在《道德经》第22章说：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当你不为自己辩解的时候，反而没有人能和你争辩了。这世间的纷扰多半源于事事回应，句句较真。有人因他人一句质疑辗转反侧，有人因旁人一番闲言争得面红耳赤，到头来赢了口舌，输了心情，耗了精力。殊不知，不回应从来不是懦弱的妥协，而是一种藏着大智慧的强大力量。有人一直在挑衅你，刺激你，而你选择完全不回应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，结果对方却崩溃了。你什么都没做，但你已经赢了。这就是人际交往中最被低估却杀伤力极强的一种手段。不回应，当面对挑衅、嘲讽、谩骂、无理取闹，99%的人会本能地选择反击、解释、辩解，但真正高段位的人往往选择沉默，不是因为怂，不是因为没话说，而是因为他们清楚，回应才是真正的输。为什么不回应反而这么强大？你要先明白一件事，当你回应一个人时，你其实是在向对方传递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：你在我心里有位置，你的话能影响我的情绪。无论你是愤怒回应，还是耐心解释，在心理层面，你都已经接住了对方的球。而不回应是一种更彻底、更冷静、更残酷的边界。它无声地告诉对方一句话：你不值得我为你消耗任何能量。很多人没意识到，人际关系中的绝大多数冲突本质上不是观点之争，而是注意力的争夺。谁能调动你的情绪，谁就暂时掌握了主动权，而不回应就是拒绝参与这场游戏。只要你不回应，所有的恶意会像回旋镖一样掉头扎回对方，而你却能安然无恙。第一个，回应就是能量共振。在精神分析学派有一个投射机制的理论，一个一直散发恶意的人，其实是他自己内心的恐惧、焦虑、自卑这些负能量的外在投射。你回应就等于你认同对方扭曲的意识，成为承载他负能量的容器。第二个，让自己成为水。老子告诉我们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他说的就是水。至柔的水反而能克制最坚硬的东西。所以怎么做到真正的不回应，就是让自己像水一样，让万物穿过你，而不是停留在你心里。那些试探、诋毁、恶语相向，你根本不需要回应，你只需要像水一样看着他们来，看着他们走，自己始终保持清澈。水不去和石头硬碰硬，但它依然可以把石头慢慢地磨平。第三个，最高级的回应。不回应不代表让你退缩，软弱的一句话不说，而是要学会用攻击代替解释，用结果代替自证。对方如果说你太丑、
你不用解释自己的五官哪里好看，你可以直接说我建议你去挂一个眼科检查一下你的视力。所以面对恶意，最高级的回应是你无论如何都不动摇的主体性和清晰的人生方向。01不回应，斩断内耗。年轻时我们总想着事事解释，渐渐回应，怕被误解，怕被看低，怕落人口实，别人一个异样的眼神，能琢磨半天一句无意的评价，能纠结数日一番刻意的否定，能耿耿于怀。我们总想着用辩解证明自己，用争论赢得认可，却忘了这世间总有人不喜欢你，总有人想挑你的错。越是回应，越是纠缠，越是较真，越是内耗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做课题分离，别人的看法是别人的课题，你的回应是自己的选择。那些朝你抛来的闲言碎语、质疑否定，就像别人递来的一团火，你接了便会烧到自己，你不接，这团火终究会烧回对方手里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若执着于外界的评价，便会被杂念牵绊不回应。便是放下这份执着，斩断内耗的根源。就像清风拂过湖面，若湖面执意掀起波澜，只会徒增涟漪；若坦然接纳，终会回归平静。不回应，是看清了世事的通透，是斩断内耗的清醒。02不回应，无声的底气。有人说不回应是冷漠，是认输，实则不然。真正的不回应，是藏着底气的从容，是带着格局的淡然。那些急着否定你、质疑你的人，不过是把自己的不自信、不如意投射到了你身上。那些围着你搬弄是非、嚼舌根的人，不过是生活无趣，只能靠议论别人寻找存在感。你越是回应，越是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言行有分量，你选择沉默，便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回击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最强大的力量往往藏在无声的沉默里。饭局上有人质疑你的选择，你不必急着辩解，你的坚持与成果自会给出答案。网络上有人对你恶语相向，你不必忙着回怼，你的格局与修养自会彰显品格。生活中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你不必想着争论，你的日子与幸福自会证明一切。就像深山的松柏，从不会因狂风的呼啸而低头，只管扎根土壤，向上生长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从不会因旁人的纷扰而乱了心神，只管守着本心，做好自己。不回应，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懒得说。不必说，是深知你的人生何须他人智慧你的价值，不必他人认可。03不回应，把人生还给自己。人这一生终究是活给自己看的，不是活给别人评的。世间的声音太多，若事事回应，句句较真，
便会被外界的声音牵着走，忘了自己的初心，丢了自己的节奏。45岁学会不回应，是人生的一种通透；余生学会不回应，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。不回应无关的是非，才能守住内心的清净；不回应无谓的质疑，才能攒下精力前行；不回应消耗你的人，才能护好自己的情绪。维摩诘经云：心静则国土静。内心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外界的认可换来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取舍守来的。学会不回应，把别人的闲言碎语当作耳边风，把旁人的质疑否定当作浮云影。学会不回应，放下对他人评价的执念，抛开对世俗眼光的顾虑，把时间和精力都留给自己真正在乎的事。养一朵花，读一本书，陪爱的人，走想走的路。这世间本就吵吵闹闹，你若内心澄明，便自会安安静静；你若守住本心，便自会稳稳当当。不回应，是把人生的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里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安安静静的赢，从容自在的活。04，什么时候不回应是最佳选择？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沉默，但在以下3种情况下，不回应往往是最优解。第一种，面对故意挑衅。有些人接近你本来就不是为了沟通，而是为了挑衅、刺激、找存在感。你一解释他就生气，你一反驳他就变本加厉，因为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对错，而是让你有反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越回应，对方越兴奋，而最狠的反击不是骂回去，而是视而不见。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，被完全忽视比被直接拒绝更让人痛苦，因为人类最深层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被看见、被承认。当你连否定都懒得给，对方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，这才是真正的杀伤。第二种，面对情绪化的指责。当一个人情绪激动时，你说什么都是错的，这个时候的他并不是在寻找解决方案，而是在寻找一个情绪出口。你一回应，就成了他的发泄对象。此时选择不回应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更成熟的处理方式。你给了对方冷静的空间，也给了自己思考的时间。记住一句话，沟通从来不一定发生在同一时刻。当情绪过去，再谈实事，效率往往高得多。第三种，面对反复循环的争吵，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，很多情侣、夫妻总是在为同一件事反复争吵，表面上是问题没解决，实际上这种争吵早就变成一种情绪习惯。说白了，已经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而是在发泄情绪。这种循环一旦形成，越回应越加固，而打破循环的唯一方式，往往是有一方选择不回应，直接跳出战场。05，不回应不是永远沉默。这里一定要说清楚一点，
不回应并不是永远闭嘴，它不是逃避，更不是冷暴力，它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，是一种策略性的暂停。心理咨询师常说一句话，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回应，而且在很多时候，它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，因为沉默会把注意力从你怎么想，转回到对方自己在想什么。当一个人失去了外部刺激，就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这往往是最难受的。06，不回应是在保护你的内心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每一次回应消耗的都不只是时间，还包括你的情绪、精力和心理能量。而有些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价值，它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你拖进情绪泥潭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被无数观点、评论、情绪包围。如果你什么都回应，你的人生一定会被撕碎。学会不回应，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：精力管理。古人说，不辩自明，不言自信。真正强大的人，不是对所有声音都有反应，而是清楚什么值得回应，什么不值得。07，不回应在职场中更是一门艺术。在职场里，不回应往往比回应更专业。面对同事的暗讽、挑衅，你急着解释，反而显得你心虚；面对客户的无理要求，立刻回怼，只会让局面更僵。适当的不回应，反而能展现你的定力和边界。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说过一句话，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知道哪些邮件不用回。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，但背后是极高水平的精力管理能力。08，不回应反而更有吸引力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那些不总是秒回消息的人，反而更容易让人惦记。这并不是套路，而是心理机制。营销心理学早就发现，适度的若即若离比持续的热情更能制造吸引力。当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被你调动，他的价值感反而会下降。而不回应会制造一种不可随意打扰的气场。如何真正学会不回应？不回应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，因为它违背了人的本能。想真正掌握这门能力，你需要3个步骤。第1步，识别情绪陷阱。有些话就是专门设计来激怒你的，当你意识到这是陷阱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第2步，建立冷静缓冲区，给自己定一个规则，不在情绪高峰时回应，哪怕只是延迟10分钟，你都会发现很多话其实没必要说。第3步，寻找情绪出口。不回应不等于压抑，你可以用更健康的方式释放情绪。接下来运动，和信任的人倾诉。真正的强者守护的是内心。最后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回应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赢别人，而是保护你的内心平静，守住你的人生重心。你的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资源，它值得被用在真正重要的人、真正重要的事、
所以下一次，当你再次遇到那些试图激怒你、消耗你的人，试着用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其强大的策略——不回应。你会发现，有时候最有力的反击，恰恰是一个优雅的沉默。因为真正的强者不在乎证明什么，只在乎守护什么。对于不喜欢的或者看不惯的，尤其是消耗你的人和事，一律不回应，不纠缠，不内耗。在复杂的人际交往里面，对别人的挑衅或负面情绪不接招，不回嘴，是聪明人保护自己的好办法。这就好比给自己穿上了坚固的盔甲，又像是在大脑里安装了一道防护网，能把别人的攻击性言论挡在外面，不让自己受到伤害。这可不是逃避，而是有科学道理的自我保护手段。生活中有3类人特别需要用不回应的方式来应对。第一种是情绪消耗者，这类人大概占人群的20%几，他们总爱没完没了地倒苦水、抱怨。每次和他们聊完天，你都会感觉特别累。对付他们，最好开启社交节能模式，收到消息别急着回，至少等2小时，而且回复的时候尽量简短，字数别超过3个。第二种是抬杠专业户，约占人群的10%，他们就喜欢和人争论，还经常设置逻辑陷阱，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。遇到这种人，用一些万能的客套话回应就行，比如这个想法挺有意思，值得好好琢磨，别掉进他们的争论圈套里。第三种是含沙射影的人，大概占10%几，他们喜欢用开玩笑的方式损人，试探你的底线。这时候不用回嘴，就盯着对方3秒钟，然后把目光移开，让他们的攻击扑个空。不回应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，那些故意惹你生气的人，就盼着你发火回应，这样他们会觉得满足。但如果你不搭理他们，他们得不到这种快感，自然就不会再继续攻击了。实验发现，如果一直不回应，对方的挑衅次数3天内会减少60%左右。另外，遇到别人言语攻击时，先憋住几秒钟再开口，大脑就能恢复冷静，做决定也会更理智。不说话的时候，大脑分泌的一种物质能快速让你平静下来，而且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坏情绪影响，不回应就能切断这种传染，避免陷入你一言我一语的恶性循环。研究发现，保持沉默观察时，大脑里负责情绪反应的部分活跃度会降低40%左右。想要更好地保护自己，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。在处理人际关系上，首先要找出那些总让你感觉疲惫的人，记录每次和他们打交道后的情绪变化，然后和这些人保持距离，减少接触。每几个月检查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，把的那些只会消耗你情绪、没什么正向回报的关系清理掉。回应别人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实用的话术技巧，比如用拖延法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聊，
实际上就是无限期搁置。或者用豁达回应法说，从长远来看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还可以用时间淡化法说，过段时间再看，想法肯定不一样。另外，表情和姿势也能起到保护作用。和对方说话时，眼神看着对方眉毛中间，会让对方觉得你看穿了他，一直保持微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传递出别随便招惹我的信号。说话时，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前面，就像给自己竖起一道心理防线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几个道理。第一，沉默是有价值的，少花1分钟吵架，就能用这些时间去做2-3倍有意义的事。第二，要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，和他们纠缠只会拉低自己的层次。第三，保持神秘感很重要，让别人摸不透你的反应，就是最好的防御。古话中讲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在言语冲突里也是这样。你不接招，对方吵着吵着也就没劲了。老虎不会和苍蝇较劲，将军赶路不追小兔。保持沉默不是认怂，而是为了守住自己的精力，把时间和心思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，这才是对恶意最有力的反击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不回应是最高级的回应。愿你内心始终澄澈安宁，如山间清泉，不为外物所扰，自在流淌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